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掌中四直流，财富不用求是什么意思。由于俗语是根植于民间的文化，所以它有着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特点。也正是因为俗语的这种特点，它才能够在先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只凭借民间人们的口口相传，便可以流传至今。其中这句俗语“掌中四直流，财富不用求”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句话说起来也很简单。所谓“掌中四直流，财富不用求”，说的就是手中如果有四条直的纹路，那就预示着无论是财气还是福气都不会太少，不用求他们也会自动送上门来。古人将这种掌中有四条清晰纹路的纹称之为是四直纹。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话：四直功名可求，中年愿达不用愁。意思显而易见，就是说此人可以功成名就，尤其是到了中年会更加通达。这样的说法自然是源于老祖宗的命定论。民间经常说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样的说法固然可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让自己看开一点，但同样也限制了人们敢于拼搏、勇于改变的思想。当人们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便会用命来开导和说服自己，屈服于当下。老祖宗认为，一个人的贫富贵贱、生死受夭等等，都是天命所致，由不得自己不屈服。但是现如今，大多数人却不再有这样认为。人们虽然不是全然排斥这种掌中四直流，财富不用求的说法，但也只会将之看作是生活的一个调味品，或者说是寄托了人们渴望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民间这样类似的说法很多，让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手纹预示了大富大贵、财富不用求呢？一、钱财纹数量多。钱财纹位于手相中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的纹路，是手相学中重要的指标之一，用于分析一个人的财运情况和招财能力。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手上的钱财纹较多，通常表明他的财运较为旺盛，具备强大的招财能力。这种人往往能够从正财和偏财两方面获得收益，他们的事业发展顺利，收入稳定增长。此外，由于偏财运也很旺盛，他们适合进行一些投资活动，如彩票、股票等，有可能获得意外之财。拥有丰富钱财纹的人通常能够灵活运用自己的财富，善于把握投资机会，因此财富增长的速度较快。他们在财务管理方面也较为谨慎和理性，能够有效地规划和保护自己的财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所以钱财纹较多的手相代表着财运的旺盛和招财能力的强大。这些人在事业和投资方面表现出色，能够取得丰厚的收益，实现财富的增长和积累。然而，尽管手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但成功的关键还在于个人的努力、智慧和适时的决策。二、手掌有痣。手掌上的痣通常被视为吉痣，而手掌心的痣被认为是智慧和财富的象征。手掌上的痣代表着个人的命运和运势，而手掌心的痣更是被视为一种吉祥的征兆，预示着个人具有聪明才智，并且将来会取得财富和成功。然而，人的手相并非是静止不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手相也会发生改变。即使一个人拥有夫子眼、断掌等多种好运纹，也不能过度依赖这些能力。过度依赖手相可能会导致透支个人的福报，使得原本的好运变得不稳定。三、太阳丘或木星丘上有星纹。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在木星丘和太阳丘位置出现星纹，这通常意味着他们一生的运气非常好。他们往往能够不断地获得意想不到的机会，享受着来自命运的眷顾。这些人身边通常会有很多贵人，他们容易得到贵人的提携和帮助，从而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加顺利。由于运气好，
这些人心中所想的事情往往能够得以实现，而且赚钱也相对容易。然而，他们大多不太懂得珍惜和把握机会。如果他们缺乏上进心，那么即使机会再多，也会被浪费掉。因此，尽管命运眷顾着他们，但真正能够实现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他们是否能够积极进取，不断努力，抓住每一个机会，将机会转化为成就。4. 水星丘红润而隆起。水星丘位于小指的根部，在手相学中被认为是一个人的社交运、财运和商业头脑的象征。如果这个部位长得红润而饱满隆起，通常被解读为这个人拥有智慧和才能，具备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出色的应变能力。这样的人一般来说财运较好，因为他们能够灵活地应对各种情况，具备较强的商业头脑，善于发现并把握商机。他们的社交能力也很强，善于与人沟通交流，因此能够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从而为自己的事业和财富创造更多的机会。由于他们的商业头脑灵敏，他们往往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脱颖而出，实现事业的成功和财富的积累。他们有着良好的应变能力和决策能力，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为自己赢得利润和声誉。总的来说，拥有红润而饱满隆起的水星丘的人往往具有优秀的商业头脑和出色的应变能力，他们能够在商业世界中游刃有余，取得成功并赢得丰厚的利润。5. 金花纹。金花纹形状类似于米字，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的手相纹路。根据传统手相学说，拥有金花纹的男性和女性都有着不同的预兆和特征。对于男性来说，拥有金花纹的人往往具有非凡的智慧和强大的工作能力，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有着突出的成就，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显著的进展。此外，他们可能会娶到一个对自己事业有帮助的妻子，夫妻之间相辅相成，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对于女性来说，掌中有金花纹的人往往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具有良好的教养和修养，她们可能会嫁入豪门，或者选择嫁给一个前途光明的生意人，从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她们的知识面广，思维敏捷，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为家庭带来和谐与幸福。6. 手掌有理财纹。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纹。有这种纹的人通常是替别人理财，或者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通常帮人理财，当然自己也会投资理财，因此不会缺钱用。7. 家族戒指纹。家族戒指线即出现在大拇指根部的环状线，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的手相纹路，它预示着整个家族将会蒸蒸日上，拥有者一生的事业都会顺利发展，并且在家族中有贵人的帮助和支持。拥有家族戒指线的人在今生的运势将会大吉大利，前途光明，未来的发展潜力不可限量。他们可能会得到来自家族内部以及外部的支持和帮助，使得他们能够顺利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抱负。此外，拥有家族戒指线的人的后代也会受益于此，可能会成就非凡，成为社会上的佼佼者，整个家族都将在亲朋好友中享有盛誉，被视为高人一等，名望显赫，地位显著提升。8. 三角纹。手掌上生命线出现三角形的纹路，被视为吉祥的征兆，预示着拥有者健康无忧，生活平稳。当三角形纹路出现在生命线的不同位置时，也会有不同的寓意。如果出现在生命线的先端，意味着小朋友的身体发育健康，是一个有着良好体质的孩子；如果出现在中间位置，代表着中年时期身体状况良好，拥有充沛的精力和活力，能够应对各种挑战；而如果出现在生命线的末端，则预示着晚年身体健康，没有太多的疾病困扰，能够享受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
此外，拥有这种纹路的人，通常还会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工作顺利，事业有成。他们可能会得到贵人的相助，顺利度过人生的各个阶段。这些吉祥的手相纹路给予了拥有者幸福和福气，使他们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最后，尽管手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但最终成功与否还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智慧和适时的决策。要珍惜手中的福报，不可过于依赖手相，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命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从大拇指形状看你命运走势。算命看相以看手为首，人的五指可以伸屈自如，这也是和动物的区别之一。而大拇指强健有力，可单独活动，所以独尊大拇指为首，且在手相中尤为重要，代表了一个人的体魄、尊严、意志力。那么如何通过大拇指怎么判断一个人的运势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从大拇指形状看。一、大拇指长直，又硬又厚。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长得又长又直，且指头厚硬的话，这种人大多意志力比较的坚韧，做事很有耐心，只要做就会坚持到底，不喜欢中途放弃，而且自律性非常的强，也很有上进心，领导力非常的强，只要决定的事情就会全力以赴，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不过这种人也比较的固执和倔强，做事往往缺乏变通，而且缺乏同情心，往往不太容易亲近，也不太好相处，人际关系不太好。二、大拇指长厚而弯曲。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长得比较长，指头厚实，但略微向后弯曲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情耿直，意志力坚定，但是心思非常的单纯，做事往往缺乏一些机智和权谋，没有什么心眼。不过心胸宽广，有着很强的交际能力，也懂得为别人考虑，有着很强的包容之心，心地善良，乐于帮助他人，人缘非常的好。遇到困难时也常有朋友出手相助，懂得进退和取舍，做事很有分寸，在金钱的使用上也是当花则花，当省则省，容易成功。三、大拇指短小，指尖薄。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比较的短小，或者指尖比较薄的话，这种人大多也没有什么主见，有种随遇而安的心态，进取心不是很强，意志力也比较的薄弱，做事缺乏耐心，容易中途放弃，领导力不足，容易妥协，往往会成为别人的追随者。不过这种人大多善于观察人心，有着很强的敏感度，处事也比较的圆滑，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社交能力非常的强，非常的适合与人合作，通过合作往往能够达到心中的目标。四、大拇指内弯。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无法挺直而略向内弯的话，这种人大多意志力比较的坚韧，做事坚持，但是性情比较的顽固，内心非常的封闭，喜欢戴有色眼镜看人，对他人喜欢抱有成见和敌意，做事往往不近人情，而且个性也非常的保守和内向，不善于与别人交往和交流，也不喜欢向外人透露自己的内心，自我意识非常的重，为人特别的自私，凡事都只想着自己，生活上容易陷入孤独，也容易被人孤立，事业方面也难有什么成就。二、从大拇指关节看。这里小酱汁要提醒大家，无论男女都以右手拇指为准。现在伸出右手大拇指，一起来对比一下第一指关节和第二指关节的长短关系。一、第一关节长于第二关节。拇指第一关节长于第二关节的人，性格普遍积极乐观，本身聪明有主见，他们对未来很有想法，不仅目光长远，善于规划，而且考虑问题很全面，习惯谋定而后动。据说第一关节越长，他的能力就越强，野心就越大，因为一直不满足于现状，所以这类人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若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要尽早抱大腿哦。他们很执着，不撞南墙不回头，对于自己认定的人和事儿会坚持到底。他们很孝顺父母，不过和喜欢的人遭到家人的无故反对，他们也不会愚孝，会据理力争，不会轻易放弃这段感情。
他们内心很高傲，不盲从于世俗，不会为了讨好别人而人云亦云。同时他们也很务实，习惯用简单实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自我的重视程度会远远大于对他人的重视，这种特质让他们充满魅力，所以这类人的异性缘一直都不错。若你是男性，你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爱面子，虚荣心强，习惯掌控一切。在一段感情中，你希望对方能够按照你的设想走，若他的行为超出预期，你会变得很急躁。不过你虽然很霸道，但也很负责，一旦决定和某个人在一起，你会主动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会努力让对方过上好日子。另外，你很讲义气，很在乎朋友之间的感情，和你做朋友是一件很棒的事儿。若你是女性，你有大女子主义倾向，你独立，敢爱敢恨，足够优秀。在你的人生中，爱情从来不是主旋律，因为不愿将就，所以大多晚婚。但晚婚未必意味着幸福。虽然你的结婚对象条件还不错，但你性格太强势，总想在感情中掌握主动权，希望另一半能听命于他，所以在婚姻中很容易产生冲突矛盾。给你一个建议，在一段感情中多发挥你的性别优势，要学会欲擒故纵，示弱撒娇。很多时候能被人宠着，为什么要硬抗呢？你要明白，硬碰硬是最愚蠢的做法。若你已经明白这一点，相信你距离幸福也不远啦。2. 两个关节一样长。在相学中，大拇指代表着父母，第一关节代表着父亲，第二关节代表着母亲。若你的拇指没有疤痕杂纹，意味着父母身体比较的康健。若大拇指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等长，说明你的家庭氛围很和谐，父母比较的恩爱。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小孩很有教养，懂得将心比心，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你的情商很高，为人处事有一套自己的准则。因为和你相处很轻松，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你很受大家欢迎。不过你虽然喜欢热闹的环境，但你也需要独处的空间。一个人宅在家里能让你彻底的放松自我。另外，你的情绪控制能力很强，不会轻易发火，你做事也很谨慎。当你没有思考成熟或者组织好语言时，不会轻易发表意见。假如遇到观点冲突时，你会用比较婉转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绝不会面红耳赤地和人争执。在外人眼中，你看起来大大咧咧，可实际却心有沟壑。表面上你不爱斤斤计较，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实际上你心里什么都明白。虽然你很精明，但对于喜欢的人却很大方，而且讲究礼尚往来。无论对人对事，你不会一昧的索取，更不会一直毫无回报的付出。你能够很好的拿捏其中的尺度。在感情方面，你讨厌轻浮浅薄，只会夸夸其谈的人。虽然你很喜欢听甜言蜜语，但更看重另一半的真心。虽然你渴望浪漫的爱情，但你更看重现实的因素。所以你在结婚之前一定会全方位考察对方的家境和能力。若你在他身上看不到未来，最终一定会离开。给你一个建议，在感情中你太被动了，总想着缘分从天而降，还幻想对方有颜有钱有身高，还只爱你一个，别做梦了。若你还单身，就主动一些，跳出舒适圈，提高交友的层次，脱单会变得很简单。若你正在交往中，就控制自己攀比的欲望，不要轻易拿恋人和别人对比，很伤感情的。3. 第一关节短于第二关节。拇指第一关节短于第二关节的人，性格成熟稳重，遇事宠辱不惊，属于大智若愚的类型。这类人不喜欢张扬，不喜欢吸引注目，虽然能力很强，为人却很低调。不过这类人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做事力求完美。虽然不爱竞争，但是对于自己分内的工作却能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所以他们会是领导信任的左膀右臂，通常事业上也会顺风顺水，不会遭遇太大的挫折和起伏。这类人亲和力很高，让人感觉很好相处，所以他们人缘不错，很多人都喜欢和他们聊天。不过他们戒备心很重，从来不会主动表露自己的隐私和心事，也不会随便对人推心置腹，而且他们内心往往有一些小秘密，无论关系多么亲密，也不愿意说出来。
这类人对待感情很理性，所以不会轻易动心。虽然恋爱经验比较少，但理论知识很丰富，大道理一套又一套，堪称感情导师。他们很明白良性沟通的重要性，所以闹矛盾时喜欢有事说事儿，很讨厌对方冷战或者是冷暴力解决问题。因为看事情很透彻，所以这类人最容易在婚姻中过得幸福。这里小酱汁可以给你一个建议，有时候呢可以冲动一点，浪漫一点，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不要因为各种顾虑而错过难得的机会和缘分。另外，你太容易焦虑了，还经常失眠，建议找个机会出去走走，散散心，别总宅在家里，把时间都浪费在手机上，太可惜了。从小拇指看命运，断吉凶，奇准无比。小拇指在手相上又被称为忌指、尾指，在5根手指中是最小的那一个。别看它小，它不仅代表了一个人后半生的运程，更能看出一个人的财富运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相术上又被称之为第2根拇指。那么小拇指的长短、形状具体都能看出哪些呢？一起随我来看看吧。1. 小拇指长直。如果我们平时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1指关节更长的小指。这种人心思细腻，心灵手巧，很会察言观色，又因为小指同时在相术上也代表交流及沟通能力，所以这类人通常都有比较强的交际手腕，在社会上行走更容易取得成功，俗语就是很吃得开。2. 小拇指短小。小拇指对比无名指第1指关节过于短的人，个性率真、单纯、无城府，凡事都喜欢率性而为，虽说话办事经常思虑太少，但也算活出了自己的风格。这种人为人仗义、耿直，对朋友能两肋插刀，所以身边往往朋友虽少，但都是交心的朋友。小拇指短的人不太适合自己创业，但能在贵人的朋友的帮助之下取得不错的生活。3. 小拇指与无名指。小拇指通常代表的都是一个人后半生的生活状态，而无名指代表的是配偶及感情生活。小拇指与无名指并拢没有缝隙的人，通常在后半生能与伴侣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反之，若是有缝隙的话，夫妻2个人肯定经常吵架，甚至有中年离异的风险。4. 小拇指颜色。健康上来说，小拇指苍白，通常都有消化系统的疾病；小拇指红中带青，多是肾虚、元气不足的表现；小拇指青筋毕现，多是泌尿系统不畅。5. 小拇指尖端的形状。1. 小拇指指尖端为尖头形折主，其人心理细腻，反应敏锐，辨现能力强，善于论辩，也善于讨人欢心，并且喜好研究事物。2. 小拇指指端为4角形折主，其人学识丰富，做事踏实，具有务实能力，信用佳，重责任。3. 小拇指指端为椭圆形折主，其人善于理财与管理经营，经济观念很好，善机变，社交能力好，人际关系佳，本能强。6. 小拇指的指纹。1. 小拇指有运约纹。运约纹是指小拇指有1条或者2条直纹到达第1指节，有这种纹路的人是上帝的宠儿，因为他们赚钱的本事超群，年纪轻轻就获得了不菲的财富，因此剩下的时光都是一边在享受，一边在奋斗，生活过得很惬意。这类人到了中老年也运势极佳，子贤孙孝，儿女绕膝，尽享天伦，富贵又安康，且后代卓有成就，不用为子孙前途担忧。2. 小拇指有侧纹。小拇指的直纹超出2条，也就是乡里中常说的侧纹。有这种纹路的人聪明能干，事业有成，但是这种人通常野心勃勃，不甘心落于人后，即使他们已经功成名就，也会因为强烈的好胜心逼迫着自己忙碌辛苦，
尽力赚钱。所以建议这类人要学会劳逸结合，适当给自己减压，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步入老年之后，更要放慢节奏，多锻炼身体，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3. 小拇指为君文。小拇指有君文的人性格孤僻，脾气固执，不喜热闹，所以他们一生朋友甚少，但是和子女的缘分却很深厚，可以得到子女的悉心照料，因此得以安享晚年。需要注意的是，这类人很难听取别人的意见，一般自己决定的事情不太容易被改变，并且晚年性格更加偏执，子女要多关心留意，以防被人骗走财产家当。4. 小拇指为沉文。小拇指有沉文的人，年轻的时候事业运势不是很好，经常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不过中年以后，他们的运势就会越走越好，早年的努力也将得到不菲的回报。晚年之后，他们运势将达到巅峰，从此大富大贵，安享清福。由于他们心地善良，待人诚恳，有着极好的人缘，所以老年之后也不会孤单，子孙孝顺，朋友围绕，加上他们喜欢旅游，懂得享受生活，所以他们的晚年过得既幸福又充实。第2，掐指算命看吉凶，简单易学，奇准无比。掐指只是古人在占算时，将天干、地支、八卦、五行等，通过五行的生克等关系来进行推算预测罢了。掐指算命是怎么回事？一些人没有算过命，但是在电影、电视与书中都能看到命师为人预测的时候，都会凝神掐指运算。掐指算命已经成为了算命的招牌动作。那么掐指是什么意思呢？不懂的人觉得神秘，讲出来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同许多江湖秘籍一样，说出来就分文不值了。命师掐指的位置是在左手，用左手大拇指在其他4指上掐点。掐点一共有12个位置，也就是12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的位置在无名指的根部，丑的位置在中指的根部，寅的位置在食指的根部，卯的位置在食指根部上属第2个折纹上，辰的位置在食指根部上属第3个折纹上，巳的位置在食指尖上，午的位置在中指尖上，未的位置在无名指尖上，申的位置在小指尖上，酉的位置在小指根部上属第3条折纹上，戌的位置在小指根部上属第2条折纹上，亥的位置在小指的根部。此12地支在左手4指上转了一周，食指上有寅卯辰巳4个，小指上有申酉戌亥4个，中指与无名指上各有2个，总计12个。位置很简单，但是在运用上却十分广泛，如查实天干的旺衰、年龄的计算、12星剑、一掌经等，都离不开指诀。先介绍一下根据年龄推算属性的方法。比如来了个人说，有一个人今年虚龄75岁，问你是属什么的，你就可以在今年虚的位置上起1岁，顺数到子为11岁，寅的位置为21岁，辰是31岁，午是41岁，申是51岁，戌是61岁，子是71岁，隔位往下推。查75岁的属性就在此停住，子为71岁，逆向推，亥是72岁，戌是73岁，酉是74岁，申是75岁。推到这里就结束了，你就告诉来人虚龄75岁的人是属猴的。若问一个人是属猴，今年70多岁虚龄是多少，你也用此方法推出。在邵伟华著的4柱预测学也有详细介绍，请参看。10天干的旺衰我就不介绍了，我只是想说，现在许多人有点忽视它。老怕地旺，少怕衰，中年最怕死绝胎，这在预测中很有用的。行运预决一般都有事，
像沐浴也为桃花，沐浴为裸体，结合命局运用是很准确的。一掌经预测十分方便，不用万年历与排四柱，报出出生的时间就马上开口就断，准确率很高。若与四柱同时运用，百不失一二。我说一下一掌经的12宫：子为天贵，丑为天恶，寅为天权，卯为天破，辰为天监，巳为天文，午为天贵，未为天意，申为天孤，酉为天任，戌为天意，亥为天寿。具体的用法是从年上起月，月上起时。例如乾造阴历寅年3月14日辰时，男命顺行，女命逆行。在寅上起年，顺数寅为1月，卯为2月，辰为3月。在辰上起日顺数到14日为巳，巳上起时顺数5至酉。此4宫为天权、天监、天文、天任，依其各宫的含义进行批断。各宫的含义与四柱十神相很相近，具体可参看一掌经。用一掌经断人性格，我感觉非常准。12星箭也是用指诀在生年起，数至太岁上看落在何星上。如若在吉星上论吉，落在凶星论凶。12星箭是凶星多吉星少，这是因为世上的事情总是凶多吉少，穷人多富人少，不可能人人都吉。好了，3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这12种抓财手，一种比一种富有。手相学又称掌纹学、手纹学，香港人叫做掌相学，是古代的一种相术，与面相、骨相、气相等等合为4大相术。一般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手掌的形状、大小和手掌的纹路，来预测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当前运势和赚钱的能力。一起和小酱汁来看看具体有哪些手相特征的人天生财运旺，生来会抓钱吧。1. 财运线清晰可见。财运线又被称作是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在手相学中，财运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也代表一个人正财和偏财运势好坏的重要纹路。财运线并不是条数越多命就越好，而是要清晰可见，并且财运线上没有别的纹路阻拦，那样的手相才是好的手相。财运线清晰可见的人头脑聪明，精明强干，赚钱的门路又多，平常的人际关系也很好。他们很会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再加上财运又好，所以那是属于抓钱的手，赚钱超级厉害，从不缺钱花。而且这种手相的人性格温和，待人诚恳，无论自己多有成就，都不会瞧不起人。2. 成功线伸长。成功线在手相学上一般都被称作是太阳线，即朝向无名指根部的上升线。它是起自手腕的部位，有的一直延伸到无名指的下方，也有的在太阳丘上方就中断的一条线，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成功线它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和事业方面的成就，还能表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如果成功线很早就出现，表示此人年纪轻轻就有不俗的成就和拥有大量的人脉。那么成功线笔挺伸长，或者是有2条成功线的人，一般财运都特别好，运气很强，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都是有始有终，最后都能获得成功。有这种手相的人算是富贵手相，一辈子衣食无忧，吃穿不愁。3. 大拇指厚实。大拇指为五指之首，在手相学上是代表的父母和祖上。拇指的上节代表父亲，下节且代表母亲。如果大拇指上面没有任何杂纹以及疤痕的话，且表示此人父母身体健康。大拇指厚实而又修长的人都特别聪明，学东西很快，又有事业心，而且财运很好，大多数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大拇指粗长有肉，显得比较圆润的人，也是属于好的手相。有此手相的人容易享受祖业或者长辈的关照，贵人运很好。
再加上自身能力强，财运好，所以他们也是一辈子富贵加身。4. 首长后世红润。从手相数学的角度上来分析，一般首长后世的人财运和事业都特别的好，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时刻充满着活力和干劲儿。他们头脑聪明灵活，充满智慧，求财路走得比较顺畅。拥有此手相的人很容易大富大贵。那么首长后世红润的人，既是代表一个人的事业运和财运都很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工作或者事业上收入都不错，而且偏财运也较好，时不时的还有外快入账，所以他们的手也是天生的抓钱的手。有这样手相的人，在财富方面运气尤其的好，生活富裕，事业有成，是属于富贵的手相。5. 事业线起自金星丘。事业线是起于手腕线奔向中指的一条线，又名玉柱线、命运线。有此线的人一般都拥有幸福的童年，学业有成，工作顺利，而且还代表了一生的事业以及健康的总格局。那么事业线起自于金星丘，再慢慢向上延伸的人，一般都具有文学方面的才能，如果将往此前发展，必定能够获得好的财运和地位。有此手相的人眼光独到，又有事业心和金钱欲望，只要是他们想做的事儿，几乎就没有做不成功的。而且他们一生财运较好，无论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很有收获，所以这种手相也是抓钱的手。6. 太阳丘下面有细纹。手相学中有一种说法，就是太阳丘下面有细纹，最近没有喜事也有好事，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在太阳丘，也就是无名指下方的下方有许多细小的纹路，属于财运旺盛，要赚大钱的手相特征。一般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诚实稳重，口才又好，在大众心里印象最好，能够轻松获得他人信任，而且他们天生就有金钱欲望，善于理财，对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天赋，再加上财运又好，所以这种手相的人很会赚钱。如果这种手相的人智慧线也长得很好的话，财运就会更好，一辈子赚钱轻松自如。7. 水星丘上有星纹。出现这种手相纹理特征的概率并不高。首先来说，水星丘上出现线纹主要就是婚姻线，也就是说水星丘上有星纹，其实就是指婚姻线上有星纹。这种手相代表着命主在结婚之后能够获得不俗的财运，他们有可能娶到一位具有旺夫运的妻子，也可能是嫁给一个有着旺妻运的丈夫。总而言之，这类人的财运要在结了婚之后才会体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此手相还有着命主子女财运不错的象征。8. 手上有元宝纹。手相学中所说的元宝纹，指的是手掌中主线与辅线组合而成的，外形看起来像一个元宝的形状，像一个梯形。元宝纹越大，就代表此人财运越旺，很有赚钱的天赋。有此手相的人通常能力很强，不管做什么领域都可以做得风生水起，即便是先天因素和条件不是特别好，他们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自己想要的。9. 手掌心有财库纹。手掌心的纹路相互交叉所形成的三角形或者四方形，在手相学中通常称作财库纹。人们常说手有财库必发家，意思是说手掌心中有财库纹的人大多都会发家致富，其人一生财运很旺，自身能力也强，一般在事业方面都颇有成就，是属于那种特别会赚钱的人。10. 婚姻线上有财库。手相中的财库就是指外形如同三角或者四边形的纹理特征，也就是所谓的吉祥纹理。这些纹理特征代表着好运、财富以及幸福。如果出现在婚姻线上的话，就意味着其人财库出色，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能抓取高额的财富收入。此外，这种线纹也是善于存钱的象征，其人在结婚之后能够从双方长辈那里获得房屋、汽车，即使自己工作能力不够出色，也可以在结婚之后财运出色。
11. 手掌中钱财纹比较多，位于无名指以及小拇指根部附近的细小横纹便是钱财纹。这一线纹算是手掌中的个人偏财运关系较为密切的线纹特征了。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说钱财纹越多，偏财运就越为出色。较多的钱财纹代表着命主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偏财，象征着命主偏财出色的钱财纹应该是长且清晰，这样的钱财纹才能够预示命主拥有稳定的偏财，无论自己做什么工作都有可能抓到额外的财富。此外，这类人在选择投资理财的时候也能够有着不错的收入。12. 男手如蛮，女手如柴。民间流传了这么一句话，男手如蛮，女手如柴，也就是说，男人的手要像馒头一样多肉白皙丰满柔软，女人的手要像枯枝一样手指硬细骨节可见，这样都是代表财富之手的，称为手质。譬如目前人气很高的影星黄轩，他的手就是典型的如馒头一般的手，被广大粉丝称为胖手。这一特征与他目前红得发紫的事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对应的还有女星刘涛，有些人称她有一双白骨掌，手指完全符合如柴的特点，事业自然也是红火无比。当看人时，准确地判断她的手质，对这人八字财富数量的大小能起到辅助参考作用。相信不少酱友正在仔细地看自己的手，不过手只能决定一部分，重点还是在我们后天的努力。如果不上进心的话，即便有财也会很快败光。金佛在手，富得流油的发大财手相。一个人的手掌与自己的财运有关，因为承载着一个人一生的好运和厄运。有些人手相好，生来就富有，而有些不同，即使是在奋斗一生也无济于事。也有些人在早期运势差，但中年后财运大翻身，事业有成，名利双收。一财库大，如果三秋都饱满，命中多财库，而且财库非常饱满，这个人是十足的财迷，但他们爱钱，但并不贪婪。这种人不吝啬于与他人分享财富，许多人喜欢和他们做朋友，朋友多了比别人有更多赚钱的机会，总是尽快得到机遇，然后赚很多钱。水星丘饱满的女性也非常容易受到异性的欢迎。水星丘是指我们小指下的一小块区域，如果水星丘中心是饱满，这也表明这个人总是一个很受男人欢迎的女人。本来水就足以代表桃花、情感和缘分，所以桃花也叫仙池。2. 贵人运旺，三秋饱满的人之贵人运非常旺盛，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会得到帮助，渡过难关，这将导致他们在金钱上的支持和鼓励。他们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如果他们有好事情，不会独自享受，也会感谢和酬谢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因此也会一步一步的有好运，这使他们贵不可言。3. 偏财运旺，三秋饱满的偏财运非常旺盛，这种人总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不管他们是投资还是理财，都会得到很多回报。他们的智商很高，如果有机会是不会放过的，因此这种人将利用一切工具为自己创造无尽的财富。4. 钱能生钱，手相三秋饱满的人贸易脑筋非常的强，他们很善于开掘商机，在事业上经常是他人的领头人。这种人不屑于那些蝇头小利，要赚就要赚大的，老是会找个各类机会赚更多的钱。他们善于理财投资，老是可以钱能生钱，把钱越赚越多，富甲一方只是时间问题。对于拥有饱满金星丘的女性来说，异性缘往往很激烈。拇指升起的小地方在手相学上叫金星丘，隆起中央的金星丘呈现出凸起、隆起，这表明这样的女性总是很受欢迎，因为她在生活和任务中很容易得到男人的爱和保护。因为金星丘代表着热情和魅力。第2，十分罕见的富贵手相，
女人手握川字和凤眼，注定一生财旺富运旺。如果一个人命中带财的话，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比如说在面相上，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再比如说，他们可能还拥有富贵手相，哪怕颓废懒散，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下面就跟我来具体了解一下女人大富大贵的手相。一、女人富贵手相。一、财运线身。财运线就是一条位于小指根部的竖纹，如果财运线伸直有力，说明这类女人特别聪明有能力。她们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不管是正财收入还是偏财收入，都是极为可观的。而且她们非常善于做投资，每次都能够精准把控大热的领域，最终必然能够赚得盆满钵溢。二、掌中太阳丘隆起饱满。太阳丘即无名指的根部位置，主财富。如果女人的太阳丘饱满隆起，说明她们的正财运势和偏财运势都能够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她们可以时常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财富，比如说买彩票中奖，还能够在职场中斩获出色的工资收入，非常有钱。三、手掌财库多。财库指的是手中的掌纹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多边形的封闭空间。女人手掌财库多，说明她们非富即贵，可能出生于大富大贵的人家，即便自己不努力，光是依靠父母的庞大家产，便能够拥有非常富足的生活，小日子特别滋润，令人羡慕。四、手掌厚实，掌心柔软。如果女性手掌厚实，掌心柔软，说明她们拥有富贵命，一辈子都不用吃苦头，可以赚到特别多的巧钱。她们很聪明，贵人缘相当不错，在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下，总是能够获取前沿商业资讯。而且她们还特别会理财，知道该如何钱生钱，而且花钱也极为节俭。五、指甲圆又红。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气血充足，精力非常的旺盛，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善于打理钱财，善于经营，又不会胡乱花钱，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一生财运亨通。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全家人都能收益，大吉大利。六、掌后指无缝。在相学中，如果一个人手掌长得较厚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贵人之格，属于难得的富贵手相。若是再加上手指间隙较小，看上去无缝的话，这类女人大多聚财能力非常强，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待人也比较的诚恳，身边的贵人较多，容易得到身边贵人的助力，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容易发大财，而且一生的运势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必定能够福禄双全。七、左右双断掌。一般来说，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因为大多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若是女人的双掌皆是断掌纹的话，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女人性格坚毅，做事坚持，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强，不仅不会克夫，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财运，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能够招财进宝，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富得流油。八、掌心凹陷。掌心凹陷的女人天生富贵命，财运好，能得祖辈帮衬。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一般出生家庭较富裕，很多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得到众人的喜爱。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们少吃了很多苦，
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有家庭做后盾，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只要自己努力认真，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加上祖辈的恩惠，一生的资产不仅丰厚且稳定。这样的女人如果结婚，能给夫家带来好财运，同时也会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婚前婚后都是非常幸福的，受万人恩宠，此乃多福之人。9.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无论男女命运都不错，尤其是财运比常人好很多。一般手掌厚实的女人，事业运势比较好，她们有事业心，相比爱情更看重事业。这种女人很精明能干，为人处事圆滑，所以在单位里面也是1等1的领导人物。如果家庭富裕的，就算是走后面，也很快做出自己的成绩，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如果是家世一般的，也能很快发家致富，就算是白手起家，也能很快在事业上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因为天生对金钱有一种执念，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比较物质，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都很有兴趣，这也是他们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10. 手指圆润。手指圆润的女人看起来就是有福气的人，在手相学里面，确实手指圆润的女性大多福气都很好，而且家大业大。拥有这类手相的女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类型，其温柔善良的性格很容易就吸引异性的喜欢，就连同性有时候也会被她们的魅力所折服。这样的女人未来定会很容易得到伴侣的喜爱。同时她们勤奋简朴，懂得体谅别人，不会因为安逸而颓废，也不会因为苦难而退缩。家里拥有这等女性坐镇，天塌下来都不会怕，因为有她们帮忙顶着。此外，她们祖先比较有钱，所以家庭背景很强大，就算结婚也能得到娘家的帮助，非常幸运。第3，女人手上有哪些纹命好？1. 食指上有3约纹，食指的关节处有一道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指节纹有3条，则叫做3约纹。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说明这类女人可以成功嫁入豪门，婚后生活富足无忧，有个会赚钱的老公，她们不需要在外面奔波赚钱，能够成为豪门阔太太。2. 手掌钱财纹多。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也称为理财纹。如果女性手掌钱财纹多，说明她们钱财的来源渠道特别广，工资收入非常稳定，丈夫每个月也会上交工资，她们自己还会经营副业，也会做些投资理财的生意。所有收入都加在一起的话，金额绝对十分可观。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